去往班夫的路上，不来呢是会有遗憾的。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过不一样的生活，平行世界里还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等着我们做。我们现在在基罗纳，位于 BC 省内陆，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奥克纳根湖。一场小雨之后呢，天边映起了非常美丽的彩虹。这里是 Bear Creek 省立公园，雄溪省立公园。这个赛很漂亮，后面就是非常漂亮的湖景，一线湖景好晒。但是呢，它只有电和水，没有下水。这个伞也不错啊。我们把车停在了湖边，准备爬山。山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整个基罗纳城市。爬山啦，爬山啦！我们现在展现在基罗纳。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哥伦比亚基罗纳市。我们现在呢是在 Knox 山，下面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奥克纳根湖。爬上来呢并不是特别吃力，其实呢还可以再往山顶上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风景呢好像和视线更加平行，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儿和大家分享这次的基罗纳之行。其实呢我们现在是在去往班夫的路上，昨天来到了基罗纳。这次去班夫呢，是和朋友相见，6月的第2次班夫之行。4个月之前，我们定了基罗纳的这个营地。这个营地呢，是在西基罗纳的雄溪营地，感觉特别好，旁边也有一个湖，非常可以便捷的可以滑桨板。而且我们抢的这个营位呢，是因为有下水的，所以说非常庆幸能够连接在班夫之行的前面。从温哥华前往班夫呢，其实停留在基罗纳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特意来呢，感觉这4个小时车程呢，好像有点远。但是呢，不来呢是会有遗憾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来这儿呢，是2019年的5月，当时并没有停留啊，只是在一个酒庄品尝了酒，买了几瓶葡萄酒，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Kevin 在几年前尝试非常努力地说服我，从大温搬到基罗纳来，但是呢，想法往往多于行动，我们最终呢也没有行动。还有一个原因呢，基罗纳的房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亲民。其实虽然说它是一个内陆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下面有湖，有山，一个城市的灵魂就有了。
我们还是上山了，带着我们的小宋一。河对岸那个茂密的森林里，就是我们这次的熊溪营地。它其实也是一个省立公园，营位非常好，还能带着你的桨板，比较亲近的来到这个湖面上。我们也带了桨板，只是这次呢就不下水了，我们要去班夫。在这个河的对岸下面，我相信就是比较多价格的房子，但是房车生活带给我们，只要花$50就能过上几百万房子的生活。我们的爬山也是一样的感受。其实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旅行，我们并不会拿出大块的时间来爬山，因为比较劳心劳力，而且比较费时。但是自从过上了房车生活，我们的节奏就慢了。我们会爬山，我们会下水，我们并不吝惜过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并不需要做急行军，也不需要做战斗兵。这一点是我感受特别深的。我也很庆幸在没有衰老还有能力出门的时候，能够饱看这样的美好的山水。所以平行世界大家还是要多出门。或许你在上海，或许你在温哥华，但是想想基罗纳是这样的，班夫是另外一样的，人生也就别样了。昨天微信朋友圈里边有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我也挺认同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转一个房车，这个出了事故，侧翻了在旁边，对，就摔得挺重。你开上房车为什么还要快呢？对，因为有些人说他肯定开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其中有个人说，都已经开上房车了，你还着什么急呢？对，而且我觉得我就花$50，我就和他隔岸能够住上几百万加币的房子，我觉得性价比超高。他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风景，享受的是一样的湖面。他不也是零距离下水吗？我也能够零距离下水。我们能实现就是短暂的既要又要。对，短暂的既要又要还要。不是永久的。对，感谢房车生活。这不是鹈鹕，鹈鹕它下面那个口袋没有啊，照理就是下巴那不是一个大的口袋吗？它在那儿那个梳头发，清洁毛发。哇，这东西真有意思，停在这儿也不捕鱼了。你看这旁边这么大鱼，你看能让他们不稀奇，不稀得吃的呢。
基罗纳一天的游览结束了，我们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比较悠闲地回到了房车上。今天这一天呢，我们对基罗纳这个城市的印象呢又增加了好多好感。我们并没有传统的去一些酒庄啊，去购买一些酒，或者说吃一点酒庄提供的正餐啊、下午茶。因为我们记得19年来的时候去酒庄，虽然说环境很好啊，酒品也应该不错，但是价格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买完了酒之后，回到温哥华，我再去那个酒的商店里看，发现价格一模一样的。对，有可能你城乡的买有优惠啊，当然我们这是好几年前的老黄历了啊，有可能现在有变化。但是因为我们俩对酒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也平时也就是一种体验吧。对，去那儿品酒，对，转悠葡萄园子，对，这个就是一种体会。如果我们房车能够再多停留那么2晚3晚，有可能去，我们有可能会选择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就停留2晚啊，明天呢我们继续往班夫方向了，朋友呢也在往班夫方向赶，我们在后天将在班夫会合。那么今天呢，我们早晨呢先去爬了一个山啊，诺克斯山是吧？对。啊，停车呢是免费的，可能因为现在是周末啊，车位并不是特别松快，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对。在第一个观景台呢，它那边有个小停车场，但是现在车是不让开上去的。如果体力有限啊，或者说带着小朋友或者什么的话呢，到第一个观景台，我们感觉视野也已经不错了。而且呢，平行视线呢，可能拍照啊、拍视频啊更好。那么再往上登呢，就是第2个观景台啊，相对而言呢，就是海拔提高了嘛，当然视野就更宽广了。湖水会更蓝。啊，对，然后看西基罗纳会更加的清楚。我其实并不擅长于爬山，每次爬山我一般都被那种人追着，一般都浪啊，我连小狗都浪。具体说是，单程1500米，但是我感觉因为海拔比较高吧，主要坡度比较大，所以也挺累的，也要爬将近1个小时。好像海拔上升300米吧，对于他们来说小 case， 对于我们来说适中啊。反正我们一共逗留了2个半小时左右。我们的时间并不能够参考，因为我们在2个观景台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从山上下来之后呢，我们略作休息之后，就去了基罗纳的市中心。湖滨公园啊，湖滨公园。Park。有几个白色的海豚喷泉的一个标志。比较惊喜的是呢，我们省了点小钱，发现路边的停车位呢，居然星期天是免费的。对，星期天免费，每周只有星期天免费。对，但是如果是正规里面的停车场未必免费啊，就是路边的停车位。但是整体停车费也不贵，我看停车场价格也很便宜。对，但是你知道嘛，就是人嘛，就有一点。得到一点小实惠就很开心啊！我发现什么都比温哥华便宜一些停车费也是明显的感觉到。你买星巴克感觉到便宜了吗？星巴克差不多。后来我们去逛了一逛 Costco， 买了点东西。我发现买了个冰激凌，个头是我吃过的最大。越往内陆走，冰激凌个头越大。宇宙第一小的就是列治文那 Costco， 宇宙第一小冰激凌。好吧，这个就算是小吐槽 Costco 了啊。对。但内陆嘛，就是物价可能会稍微就是便宜一点啊。一般旅行呢，我们比较喜欢去星巴克和麦当劳，就是因为它供应的品种比较的就是标准化。停车免费之后呢，我们就下车走了一下。当时我对这个湖滨公园啊，并没有特别大的期望啊。我认为湖边嘛，能够怎么样呢？我们也走过不少湖边。就像很多人一样，都是穿城而过，觉得无非就是这样一个湖而已。我们几次都从基罗纳穿城而过啊，没有。实际上呢，给我印象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感受特好。对，没有错，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自然和人文。还有湖哦，它能够结合得这么好，然后不亚于很多温哥华的海边的感觉。我感觉高于。对，首先它那边的那个草坪啊，修剪的特别厚实，特别绿碧油油的，特别厚实，而且草坪呢都修剪在高高低低的那个土坡上让你可以就是俯瞰整个湖水。
看到湖水里人们在忙忙碌碌的，或者说开气垫船啊，或者说降落伞啊。当然，旅游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沙滩上的人们也非常的惬意啊，大家非常享受夏天的阳光。哎呀，就整个步道、草地或沙滩。人们就是感觉特别悠闲的享受着夏天不管你是愿意骑自行车，还是愿意遛狗，还是像我们这样步行，玩的项目特别多。像一个周末，我们都感觉人是正好的，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大基洛纳地区呢，它的人口好像是25万，对，20多万。这个湖滨的这个密度其实已经是够大的。我们只去了这一块。对对。其实理论上讲，它还有2片个区域是比较好的湖滨的区域。我们也想留个白基洛纳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去班夫，如果你开房车的话，其实是这个逗留很好的一个停留点。每次去班夫停留个1到2个晚上。对，就是去的时候停留回来呢，因为你大的如此壮观的山景湖景看完之后呢，大部分人都是迫切的比较想快速回家。出来的时候在这儿逗留，肯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这次更加印证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东奔西走主要就一个上山，一个观湖，非常悠闲，留点白将来明年后年再去班夫的时候，我们决定还是再来基罗纳的，所以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去往班夫的一个停留地。房车嘛，就让生活慢下来，让我们像当地人一样逛超市、逛公园、上山下湖，做一些特种兵游客不能够做的事儿。对，过不一样的生活，平行世界里还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等着我们做。接下来我们大概就要班夫见啦，拜拜。